朋友們，大家好。本期節目與德國無關，與世界時事也無關，與我本身有關。我想跟大家說說這些年發生在我身上的一些事情。我覺得用物理解釋不清楚，應該上升到玄學吧，或者現在也叫量子糾結。直到3年半前，我是一個比較堅定的唯物主義者。我認為人走燈滅，對吧？也就是人死了之後，他的肉體就死了，对吧？他的精神也隨之烟消雲散了。直到3年半前，我的認知是這樣的。可是我的至親發生的事情呢，讓我對這個物理現象或者這個物理定律有了疑問，我真的解釋不清楚。所以最後呢，我只能上升到玄學。是這樣我的父親3年半前過世的。我爺爺呢，我記憶非常模糊，因為他過世的時候，我只有可能是4、5歲吧，具體我忘了。也就是我爺爺死了50多年了。在我記憶當中，我父親從來沒有主動提過我爺爺。突然呢，有一天，也就是3年半前，過年正月的時候，因為我爸他在世的時候，他的生日是大年初一。所以他健在還有我媽身體好的時候，只要有機會，我都會回去過年。而3年半前，我剛好那年回去過年。正月應該是正月15過後吧，有一天，我爸在我面前說，我記得很清楚。他說，我阿公也就是我爺爺，還有一個我的叔公，也就是我爺爺的弟弟。我們那裡一般那個爺爺輩的，我們都叫阿公然後奶奶輩的就叫阿婆。好了，他那天說我阿公還有我那個叔公帶他去走親戚，過年嘛，我就感到很奇怪，都好幾十年了，我這個爺爺都死了，怎麼會叫你一起去走親戚呢？當時我沒有多想，也沒有跟我哥他們說。後來就是過世之後我哥他們才跟我說另外一件事也是我爸呢跟他们說的，當时我不在家。我爸他說他提到我們村一個人的名字，這個人呢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後來呢我就問我母親，我說我們村有沒有這樣一個人？我母親說有，但是這個人呢已經死了好幾十年了。我爸說這個人邀他去什麼地方玩，也是死去的人已經幾十年了，突然沒有任何預警提起他。這都是呢，我爸去世之後我們回想起來的，這種有點詭異的這種現象還沒有完，我父親呢是88歲過世的，也就是大概是他85歲的時候呢，就開始慢慢他的智力呢有些退化，往老年痴呆方向的發展。所以呢，過去他死之前的2、3年出現過有2、3次這樣子，他半夜或是凌晨，他跑出去。然後呢，找不到回家路了。有一次呢，去敲鄰居家的門，因為我們那裡鄰村的人幾乎都互相認識，80多歲的老人，他在那裡生活了80、90年了，對吧？所以鄰村的人一般都互相認識。我們的村都不大，一般都是幾百人，所以呢，很容易知道這個老人敲我們家的門，我們知道是哪家的人，然後就打電話告訴我們，我們去把他領回來。發生了2、3次，回到3年半前那個正月，有一天，一個鄰居又給我們打電話，說我們爸呢出去了。那個鄰居呢是在公路邊的，在公路邊住，他家打電話叫我們把他領回來。那個鄰居呢告訴我們，他說我爸呢當時已經過了午夜了，站在主要公路馬路中間攔車。後來我爸回家說，聽起來有點詭異他說他跟我公還有跟我叔公他們走親戚嘛，對吧？回來的時候呢，太累了，想那個攔車打的，但是沒有任何的那個司機停下來，他認為是打的，其實我鄰居後來告訴我們，他就站在馬路中間這樣招手。大半夜人家司機看着公路中間這樣一個人，誰也不敢停下來所以只能是避着我爸就開過去了。我爸就認為他是想打的，那個跟我死去的那個公叔公他們去走親戚回來，
這是又是一次。當天把他領回家之後，我們就想安頓他睡覺，對不對？我們進去他的房間之後，看見哎呀，一團糟，好多東西都弄在地上了啊，廚房也亂了，然後呢，那個廁所的路也被堵死了，就是他從他的臥室到廁所路全部堵死了，因為全是那個雜物在中間，有個裝米的一個缸啊，也被他打爛了。那天呢，我們想安頓他先睡覺嘛，对吧？已經凌晨1點鐘左右了。後來我爸說他想小便一下，那個到廁所路都堵死了。我們2樓有廁所，我就覺得老人現在看見他的腳好像有點受傷，不方便，我就領他，我說你就在院子裡面方便一下，因為他還能站立，我就讓他在那裡小便，因為畢竟呢私人空間嘛。桂林冬天正月的時候，晚上是比較冷的，我就又回屋裡面跟我哥啊、我姐夫他們在聊天，大概是過了20秒，我心裡想，我爸怎麼着也差不多小便完了吧，对吧？我就又出來回到院子裡，我父親不見了，只有20秒左右時間不見了，然後我馬上呢回去進那個屋裡面，告訴我哥他們，我說爸不在了。然後呢，我們馬上就跑出去，我們家也是住在公路邊，跑出去往上往下看，都沒有看見我爸，連個影兒都沒有。於是呢，我們就開着車沿着公路啊往上走了幾公里，往下又走了幾公里，然後呢，我們又繞進村裡，都沒有看見我爸。那是凌晨1點鐘多一點，找了1個多小時沒有找到。你們想想啊，80多歲的老人，他只是正常能夠行走，對不对？他不可能健步如飛吧？但是就是他說的去解小便的這功夫，我現在都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要小便，也許呢是某種神秘的力量驅使他給我撒謊了，想把我們支開，然後呢他等於是去我們現在回頭看赴黃泉之路了，我認為是這樣子。反正呢，就是20秒鐘的時間，他無影無蹤。任何一個老人絕對不會走得那麼快，即使跑也不會跑得那麼快，因為就是那一點時間，我們馬上就出來了，我們拿着那個強光電筒啊都沒有看見。然後剛才說了，開車到處找不到。後來我們就告訴我媽，我媽說那怎麼辦？他跑出去幾次了，然後鄰居呢都會打電話，那你們就別去找了，反正已經找了那麼久了，找不到。他就叫我們睡覺，後來我們就睡覺了。第2天天剛亮，我哥呢就開着車又去找，他就找到了，然後告訴我們，我爸在某某地方，其實就離我們家大概300多米的一塊田裡，那個田冬天是沒有水的，那裡有那個柿子樹，我爸呢就抓着那柿子樹，然後全身是發抖的，因為當時我們後来查了一下，夜間最低氣溫是5度，零上5度，打了那個霜，那個霜是那種濕的霜，不是那白霜，特別冷，他已經不能走路了，全身是濕的。當時肯定是體溫過低了啊，對吧？因為一個老人在野外過了好幾個小時，5度左右的氣溫，已經是太冷了。我哥呢把他背回去，後來我們才發現他那個一個腿呢特別傷得特別嚴重，先給他把那個被子把他蓋上，讓他先暖和一下，然後呢用那個消毒水把他傷口呢把它消毒一下，然後用那個布呢把它包紮一下，等他稍微暖和一點，給他吃一點熱粥，然後呢才想帶他去醫院。带他去医院之後呢，醫院給他縫了10幾針，給他打了那個點滴，也包括葡萄糖之類的增加營養。在醫院的時候老吵着要回家，他說我沒事，在我面前又提到我的爺爺還有我那個死去的那個公，
都是死去幾十年的人。他說要他去什麼地方玩，而且他在醫院裡面，他說的一些話我是聽不懂的啊，我從来沒聽見他這樣說過話。後來呢，我問我們家的人，我媽他們說，還有我姐夫也說，可能要準備後事了，也就是幫我爸準備後事。他說我爸呢，應該是跟陰間的人說他們那種話，我们是聽不懂的。我爸叫我爺爺不是叫爸，而是叫一個像那個小名一樣。他跟我們談話的時候說我爺爺的小名，這個我們是聽得懂的。還有說去什麼地方，他跟我們說話的時候是聽得懂的。但是我爸有點喃喃自語的時候，我是聽不懂的。我媽他們分析，其實不是喃喃自語，而是跟陰間死去的人對話，所以我們聽不懂。當天下午呢，我們針也打完了，那個傷口也縫了，就把我爸呢領回家。当時沒有住院，只是呢去急診去包紮。我爸呢那天幾乎吃不下東西，給他餵了幾口，吃了一兩口，然後呢就是吞不下去，吐出來。過了一夜，他還是說胡話，但是呢他的體力還特別好，他硬要起來又要跑出去，所以最後呢夜間的時候我們只能把那個鎖上，不能讓他再往外跑了。第二天精神稍微好一點了，然後陽光特別好，我們就把它放在外面，就我們的那個屋外面呢，陽光冬天比較好，給個凳子給他坐，然後呢在曬太陽。在曬太陽的時候，下午我爸又提起了我这個爺爺，也是喃喃自語，我聽不懂。到了第二天，反正他吃不下什麼東西，一吃幾口就吐。到了第二天大概中午的時候，我們都去忙去了。後來呢，我侄子說好像爺爺沒氣了，也就是斷氣了，沒有呼吸了。我記得之前我給他餵那個早飯的時候，他吃不下嘛，然後我就放下他，給他躺下去睡覺。他當時我就聽他呼吸又比較急促，好像喉嚨裡呢有痰，但吐不出來。我沒有醫學知識啊，沒有吸痰那個工具。後來呢，我去查找一下醫學方面的知識，其實呢，這是人死之前正常那種呼吸的現象，就是人要死之前那種呼吸就這樣子。然後中午我們沒有任何人在旁邊的時候就斷氣了。朋友們啊，這就是我自己親身經歷的這種原來從來沒有提到過已經死去的親人，但是呢，我自己的父親他就突然無數次的提起，說這個死去的親人要帶他去什麼地方走親戚，或者是去什麼地方趕集。你們覺得這種事情能用物理學解釋嗎？反正我是解釋不清楚，只能是上升到玄學，或者說那個量子糾結。也就是在這時候呢，或許呢人的肉體死去了，可是那個精神可能還在哦。比如說我爸為什麼會突然會提到我死去的爺爺呢？還說那個爺爺會邀他去什麼地方呢？所以發生在我身上之後，我才對這個真正的所謂的物理啊，說人死燈滅，這個所謂的定律我有些懷疑了。這是一個發生在我身上的，我親身經歷，毫不誇張啊。還有第二個，也是最近發生在我下代人身上，也就是我侄子的孩子。我侄子呢，他的兒子現在大概是3歲多。我哥、我嫂，還有我侄子的老婆，他們都对我說了同樣一件事情，那就是呢，我侄子的兒子，他2歲多的時候看見過我爸，也就是他的太爺爺，看見過我爸2次。有一次是在我爸那個原來睡那個房間裡面，當時呢，我這個侄子的兒子還有他的姐姐，也就是我侄子的大女兒，他的大女兒是7歲左右的人，在我爸原來睡覺那個臥室啊裡面做作業，那裡有張課桌，我侄子的兒子也在旁邊陪着他姐姐在那裡做作業，然後
他告訴他姐姐，他說老太爺在這裡，他在看你寫作業。當時這個小朋友只有2歲多。後來呢，在他們廚房吃飯的時候，吃晚飯，他又說太爺爺來了。他說就在那個我們那個堂屋，因為我們農村南方農村都有一個放香火的地方，他就在堂屋那個門口那裡站着。我哥我嫂他們聽到之後也沒有很害怕啊，就說那就叫太爺爺來跟我們一起吃飯吧。然後呢，就放了一張凳子在那個飯桌旁，擺了一個碗筷在那裡。平時呢，我侄子的兒子吃飯的時候老跑來跑去，因為2、3歲的孩子嘛，对吧？不要吵。然後那天那個時刻，他就是不去那個地方，就是放了凳子給太爺爺坐那個地方，他一直不去。後來呢，我們家的人問太爺爺還在嗎？這個小孩說，他說太爺爺走了，然後他又去那個地方轉來轉去了。2次啊，從一個2、3歲的小孩說出口，沒有任何預警啊，他突然說的。你們想，2、3歲的小孩會說謊嗎？應該不會吧。你看他看得見，但是我們看不見。這是第2個發生在我自己家裡的事啊。還有第3個也是發生在我家的，那就是我自己的侄子，另外一個我大哥的兒子。剛才說的是我2哥的兒子，就是他兒子又看見太爺爺那個啊。現在說的第3個發生在我家的，那就是我大哥的兒子，就是我侄子。他親口告訴我，他大概5歲的時候，因為當時我們領養了我們爺爺的那個弟弟，也就是我一個叔公，他是無兒無女的，我們把他養老送終了，算一個太爺爺吧，就是我侄子的太爺爺。我侄子他大概5歲的時候，他說就看見這個太爺爺進到他們家的廚房，躲在那個進門那個門的那個角落那裡看着他。當時呢，他5歲多的時候告訴我哥我嫂他們，我哥我嫂嚇了一跳，這小孩肯定不會撒謊啊。然後呢，按照我們農村的習俗，拿着一些煮熟的米飯，然後呢就一直撒到路邊，一路撒一路說，就叫他以后呢不要回家了，我們就定期呢給你燒香，給你供啊，就讓你有吃有穿。在那以後呢，我這個侄子就從來沒有見過這個太爺爺了。據說一般是這樣啊，一個是小孩特別小，或者是小孩的那個體質健康不是特別好，特別弱，也就是他的陰氣特別重，像這種小孩就比較容易見到我們成年人見不到的那些東西啊，那些現象。像我這個侄子，他是早產兒，身體一直不是特別好，比較瘦弱，然後他就看見了。但是做了法事之後，我自己叫叔公，就再也沒有回來過。總共3件事情就發生在我自己家庭的啊，你們說怎麼解釋呢？所以我自己經過我父親這之後呢，我真的有點懷疑，有些東西物理解釋不清，解釋不清之後，那只能上升到玄學，也就是人死了之後不一定會灰飛煙滅，也許會以某種我們看不見的東西，以一種量子的東西，還是存在這個平行宇宙或者同樣的空間當中，只不過我們的那個眼睛看見的和它呈現那個頻率可能不一樣，所以呢我們看不見。我不知道你們是怎麼想的啊，而且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經歷過像這種事情呢，在農村聽說比較容易經歷，在城裡由於各種原因，可能磁場的原因啊，還是怎麼樣，或者那個鋼筋混凝土太多了，可能這個以量子形式存在的東西，在農村可能就所謂的那個氣會容易停留在他原來生活過的地方吧，容易在這個地方保存下來或者生存下來。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解釋啊？比如說他可能會在某張牆上面或者牆裡面呀，或者在那個屋頂啊，都有可能。還有在村裡經常會聽說某個地方容易鬧鬼，或者是凌晨容易呢出現某些
解釋不清楚的聲音。以前人家以為可能是颳風啊，形成什麼一些響聲，對不對？或者呢，有的人說經過某個地方，老是好像突然有人跑一樣，但是又看不見人影。像這種聲音，你只能聽得見，但是呢，看不見有一個物體在那個地方，看不見。以前我聽老一輩人說，我老覺得是他們想嚇唬我們啊，真想嚇唬我們這些不聽話的小孩，說什麼地方鬧鬼，怎麼樣。還有一件事情，聽起來也是玄學一樣的。觀察我頻道的朋友們，我其中也提到啊，我母親她的出生是地主，我母親的長輩，他當時是地主身份，所以呢，省吃儉用，積累一些財富，然後呢，自己燒磚、燒瓦，然後呢，自己蓋了那個炮樓，就是相當於現在說的那個別墅。我們那叫炮樓，因為它有槍眼，可以在上面看那個周圍那個環境有沒有土匪來那樣子。解放之後土改之後呢，就充公了嘛，對吧？然後那些村裡比較窮的人就搬進去住，但是那幾戶人家沒有任何一個家庭在那裡住得順利的，不是死就是病，反正呢家破人亡。所以我母親說，那棟房子因為有冤魂，別人是住不下去的，因為不是他的房，你強占着他的，他是住不下去的，會受一些我们說不清的一種魔力吧，魔鬼那種魔力啊的懲罰。當年我外婆，也就是北方說的姥姥，在土改的時候被批鬥，那些人啊，村裡的人硬要他交出所謂的金銀財寶，我外婆沒有，隔三差五的要鬥他，非常痛苦。後來呢，他實在堅持不下去了，然後上吊死亡了。這個冤魂呢，一直還在村裡，可能吧。所以呢，他一直在看着這個炮樓，他也就是他自己的房子。因為土改之後呢，那炮樓充公了，他們全家的都掃地出門了，他們住牛棚。我母親也住過牛棚，然後這個炮樓就給剛才說的這些，比如是很窮苦的人家住進去，沒有一家人能夠住得下去的，都是有些差不多滅戶了啊。凡是住進去的，都會不久就會死，或者呢，生出的小孩智力有問題。這不是封建迷信啊，這真的是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以前一直沒說。因為這段時間我一直在思考我今後的人生，對吧？我就突然想起來，像這種事情呢，我想跟大家，相當於告訴大家發生在我身上的故事吧，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有些東西真的，你用物理知識確實解釋不了。我相信呢，咱們的觀眾當中有些朋友肯定也是生活在農村的，像這種事兒，可能在比如說南方西南農村可能更容易常見，比如說我聽說湘西呀，還有貴州呀、廣西啊這種地方比較多這種故事，說是故事啊，但是現在我不覺得是故事，因為發生在我身上了。北方聽說少一點，我也不知為什麼。在抖音上我也偶爾能夠刷到一些講靈異故事的，像我剛才講的，是不是也屬於靈異的一類呢？我覺得也屬於吧。反正解釋不清楚，但是呢，我又自己親身經歷過，就那麼奇怪。還有中國民間在城裡其實有很多人這樣說，那就是鬼壓床，就是你睡覺的時候突然就覺得透不過氣來，老覺得有什麼壓住你，然後呢，你想起床也起不了，你想睜也睜不了，反正就是昏昏入睡。可能这也是一種所謂的靈異事件，不知道。也許呢，這棟樓或是這套房子，如果是二手房，也許前任或是前前任在這裡可能住過，或者有的人在這裡呢過世的，也有可能啊。因為有些東西確實解釋不清楚。好了，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吧。我就是剛才跟大家講了發生在我身上的故事，比如說我父親呢多次提到，無預警的提到啊。
已經過世幾十年的爺爺邀他去什麼地方走親戚，等等等等這些事情。好了，那歡迎大家在評論區說說你們自己的經歷啊，以及你們認為這原因是什麼，你們怎麼去解釋它。